他妈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还是国内吗？啊！好白，好长，好润。明天你输了，按照约定不得再纠缠于我。我一心向道，不会考虑儿女私情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你以为你能摆脱我？上官家惹不起我林家，你迟早会成为我的女人。痴心妄想，我已经加入问心宗，死了这条心吧，小流氓！哎，什么流氓？我这是欣赏的目光。你不会爱而不得，迁怒于我，欲杀我泄愤吧？猜对了，奖励你去死！大哥，幸好别搞啊！完了，蝼蚁心中舒服多了。大哥，你赶紧回林家，母亲她……母亲可是结丹境强者，她怎么了？母亲正与我讲述你小时候的趣事，说着说着就忽然炸了，你快点回来吧。我没死，不对劲，难道我又重开了？恭喜宿主觉醒天赋技能借命，寿元无限，只要被仇人杀死，可随机献祭其近亲一人复活自己，并随即获得献祭者的一项能力。寿元无尽，不死不灭，岂不是玩到破解版修仙了？宿主昨日被林天杀死，献祭其母，复活宿主，并获得黄阶上品功法落风掌。我特么没有灵力啊！你给我一门功法有什么用？就好像我很强但没有女朋友。修仙界，你们的噩梦，未来的天下第一来啦！这剧本不对啊！我不要穿越，我要回家啃大白馒头。唉，都是可怜人。天使，老天使！我是老天使，你是碰见什么难事了吗？可否与我说说？算了，你自己都快饿死了，能帮我什么？他们是落花镇的天，不是普通人惹得起的。横竖不过一死，和我说说，或许我真能帮你。我儿子给他们干苦力累死了，没赔偿，还要求给他们赔偿10两白子。老头子当时没钱，于是他们将我唯一的孙女带到万花楼抵债。老头儿，我有法子帮你将孙女救出来。你真的可以吗？包的，反正你也没法子了，不如死马当活马医，信我一回。这10两银子就当报酬。告诉我你孙女名字与容脉等着，去万花楼，你孙女平安归来。但接到你孙女后，立刻离开落花镇，不要再回来。还是得再死一次，那滋味真不愿再体验啊！自己这乞丐模样，连万花楼都进不去。官人这打扮好生特别，可有相识的姐妹？不该问的别问，一间上房最好的酒菜。换上，化妆会吧。怎么像男人怎么来。是你爷爷周老头让我来救你的，想离开万花楼，听我吩咐。你爷爷这些年攒了10两银子，但远远不够赎回你，本想一死了之，但我欠你爷爷一份恩情，此次来此，便是为了报恩。大人，求求你，救救我爷爷！我不怕一辈子被困在这里，但我害怕爷爷。你听我安排，待会儿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不要管，直接离开万花楼，明白吗？待会儿外面会很乱，你趁机离开，把握好时机。你爷爷在万花楼外左拐的胡同等你。不会有危险吧？安啦，包死的，开个玩笑。得，有缘再见。哎呦，我的客官哎，这么快，呸，这么厉害！不好意思，出门急，没带钱。穿的人模狗样，原来想白嫖？你敢杀我吗？而且老娘这里几10个打手，乖乖放下刀子，留下当男郎，还能活命。哪儿来的小娃娃，敢在我万花楼动刀子，真是不知死活！看来他想你死，
独吞万花楼。既然如此，我送你上路。朱雀，你是想害死老娘吗？赶紧退后，让小兄弟离开！退后！帮个忙，替我打点火。小子，你逃不掉的，乖乖数就擒，老子能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。小子，你这一闹，最少让我万花楼损失上千两白银。花儿，是你吗？爷爷，恩人他能走吗？未曾想到，恩人他所谓的方法，竟然是以命换命。这个世道还有如此大善之人。花儿，我们帮不了恩人，如果不走，恩人所做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。走吧，今后我周家世世代代不供天地神灵，只供恩人。你万花楼毁了，还真可惜啊！你找死！朱雀，老娘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真疼啊！我发誓，下一次一定要修仙。你们都看见了，是那贼人用王柔芳挡在他身前，我是为了救他。对，都是那贼人害死老板娘。老大为了救老板娘还受伤了，最终杀了贼人，替老板娘报仇。大人，突然炸了，整个人炸了，尸骨无存。我爹淬体8重强者，怎么会炸了？胡说八道！我的新衣服。宿主被朱坤杀死，献祭其父复活宿主，并获得修仙基础理论及纲要。总算知道该怎么开始修仙，我这高低算入门了吧？理论纲要记载，需要配合断体诀以及药液淬体，我好像什么也没有。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，总会有办法。不愧是大城市，就是不一样。以我现代人的思维，混得风生水起是迟早的事儿。先做生意，积累人脉，购买药物，淬炼身体，这辽阔的天地将任由我翱翔。修仙世界就是不一样，打雷都显得逼格十足。这雷动静是不是太大了？我怎么感觉有一点点不安？下雨了，我先回家收衣服，下次再来青云城。本座此生无父无母无亲无故，唯有挚爱小舞。可苍天要将你我分开，我偏偏不信命。你要带走小舞，我偏偏要逆天而行。哪怕坠入九幽魔道，哪怕沦为天下人人得而诛之，本座今日也要复活小舞。魔头一定会遭正道联盟清算，本城中和你拼了！也没人告诉我猥琐发芽也会遇见这门子倒霉事儿啊！大哥，你别搞啊！我死了，你媳妇儿也会死。复活吧，我的爱人！我的小舞，该死！狗老天，你敢杀死本座挚爱，再次将他从本座身边夺去，本座和你不死不休！特妈的，又重开了。不过那魔头的挚爱，再怎么说也是个高手吧？宿主被网三杀死，献祭其挚爱，获得玄级别下品灵之师。得，好的是个技能，实在不行，靠自己培育灵药，淬炼身体也不错。修仙宗门考核开始了，想参加考核的抓紧时间，限时3日，过时不候。天助我也！加入宗门，以我这一手玄级灵之师的身份，最少能混个药园主管吧。修仙界的资源就那么多，每多一个修仙者，资源就会少一分。今年枫林城的名额只有300个，小家伙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大人，还请提示一番。哼，101个名额。
朗朗青天白日，竟然光明正大收黑钱，将我这个天之骄子拒之门外！呸！林之远，果然是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！天不绝我顾命修行之路。你好，有人吗？出去。这株新岩草属于属性灵草，需要火属性修士灵力浇灌或者火脉之地种植，否则很难存活。你懂种植灵药？略懂。你想留下，可以，但你没有报酬，只管吃住。我靠，哪里都有狗资本。不过我可以给你提成，每培育成熟10株灵药，你可以获得1株任意挑选。成交，合作愉快。我叫顾命的顾，顾命的命。以后就叫我赵老头。1楼左侧的房间以后是你的了，没问题。未经允许，不得踏入其他地方，否则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第一份正经工作，第一个安身之所。实话告诉老夫，你的略懂是多少？不多，玄级灵之师。玄级灵之师？你一个凡人根本没有资格接触灵智，怎么可能成为玄级灵之师？秘密，只要我能完成你交代的任务，不就行了？好，按照约定，你可以任选3株灵药。提醒你一句，如果想修行，最好选择淬体灵药。脱光、入桶、闭目，无论多疼，都得忍住，不许动。别动，屏气凝神，观己身，引灵液，根据老夫的灵力引导，淬炼身躯，忍住。这滋味，咦，和死亡后的感觉比起来，好像不怎么样。你什么破体质？为何如此多杂质污垢？脏兮兮的，赶紧去洗了。毅力不错，能承受此等疼痛，哪怕体质不行，今后也能有所成就。对了，欠我20株灵药。多谢。在地球上，我应该算个小高手了吧？这就是天骄的感觉吗？我现在强得可怕。你可以恳求我给你换一门基础功法。我觉得剑很帅，就它了。再说贪多嚼不断，一门剑诀足矣，任你花里胡哨，一剑破之。 5年时间还停留在淬体5重，你真是个天才！谬赞，谬赞。其实是因为我想还账，虽然不多，但好歹能还一点。反正自己寿元无尽，就算100年淬体也不影响。你不会是想还我灵药吧？肯定不是，有一点。胡闹！顾命，老头子，我时间不多了，我伤了根基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怎么会？你可是高手！在我有生之年，好好修行，最少拥有自保之力，这样老头子我也算无憾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会好好修行，好好照看你的灵智园。老头，我突破淬体9重了，是不是可以开始凝气？不错不错，接下来便是凝气，吸收天地灵气，通过调息和意念引导，将灵气吸入体内，并在下丹田凝聚打通特定的窍穴，以促进灵气的循环。利用灵气在身躯中进行一个大周天循环，便可突破凝气1重。如果是修行天骄，或许3、5日便可完成第1次大周天循环。那如果天赋比较差呢？第1次大周天循环，天赋再差，半年内必然可踏入凝气1重。
我只有一个请求，你未完成的遗憾是什么？未来有一日，或许我有能力帮你完成遗愿。老夫还有一女，名为赵宁一，她在冰云宗修行，有时间替老夫去看看她吧。老夫亏欠她太多太多。赵老头，我又是一个人了。我走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去看赵宁烟，你好好休息。曾经的云庆国第一强者，竟然沦落至此，可悲可叹。第一强者，凡人帝国的第一强者算什么？在宗门眼中，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罢了。他能善终，已经是先人的恩赐。他的星血淬体法未曾传承下来，倒是一件憾事。听说最后的22年，他身边出现一个年轻人，会不会是他的传人？需要斩草除根吗？算了，万事不得太过分，带他走吧，向上面交差，其他的事与我们无关。落花镇的朱葵，昔日杀身之仇，该还了。老大，就是他，将楼里姑娘看了个遍，竟然说咱这里姑娘不行，还骂奎哥你是个没爹的野种。小子，敢在我万花楼闹事，不知死活！朱葵，好久不见。你竟然没死，还敢自己送上门来！好，好，好，这一次老子将你大卸八块，看你怎么活过来！怎么可能？一炷香内留下者死。那些曾经温暖血液，渐渐地忘记看过生命。御剑飞行，最少是凝气境强者，这些修士动不动乱杀人，幸亏走了。淬体修士，你去哪儿？若是顺路，带你一程。问心宗？不顺路，有缘再见。对了，你方向走反了，问心宗在东南方向。靠，这地图什么破玩意儿？真是缘分，竟然又碰见你了，凡人。我已经从筑基最中期突破至后期，你怎么还是淬体九重？大道修行根基最为重要，我这是打磨根基。况且你见我那一日，我才突破淬体九重，不急不急。你值得我称一声道友，佩服。想当年我突破凝气境，花费整整1个月时间，本以为已经足够稳扎武打，与道友相比，确实颇有不足之处。以道友心境，未来必然能有一番不俗成就。告辞，有缘再见。不是，这一次顺路了，怎么不带我一程？这才是真正的修仙世界。在下云清月，见过道友。在下顾命，见过道友。顾兄可是为了加入问心宗而来？是，我与道友一见如故，不如结伴同行，如何？可以，不过我对这加入问心宗流程不太熟悉，还望道友解惑。顾兄带了多少灵石加入宗门？灵石？这和加入宗门有什么关系？想必顾兄来自比较偏僻之地，不太了解修仙宗门的规矩。选拔弟子开始会根据体质的不同，收费也不同。等等，收费？什么玩意儿？付费修仙？根据宗门的不同，收费不一样。以问心宗为例，下品灵根1年需要1万灵石，中品灵根1年1000灵石，上品灵根免费，极品灵根不仅免费，还有各种补贴。杂灵根呢？能踏入淬体9重的人，体质再怎么差，也不可能是杂灵根。以灵药辅助淬体，杂灵根踏入淬体9重，最少需要3年时间。3年淬体9重，狗都不修仙。3年淬体9重真的很差吗？至少我从未见过。如果仅仅依靠自身修行，那自然不在这个时间范围。云兄，不知你是什么体质？在下不才，区区上品水灵根，不值一提。顾兄，
不知你从淬体开始踏入淬体9重花费多少时间？冒昧了，云兄。不如顾兄测一测体质，或许只是误会。怎么样？这光差点亮瞎我的眼睛，是不是特牛逼？确实很厉害，我曾在古籍中见过。顾兄的体质应该是万古不出的极品杂灵根。不是，杂灵根就杂灵根，怎么还加个极品？我不要面子！杂灵根也分等级，虽然没意义，但对顾兄很有意义。类似2种属性灵根、3种属性灵根这种，都是普通杂灵根，比较普遍；4属性灵根比较稀有，堪比极品灵根。似顾兄这般汇聚5行属性灵根，怎么说呢？万古不出，比妖孽还稀有，比天道之子还罕见，比……停！你是夸我还是损我？他是不是坏了？要不再试试？也行。云兄，你我相识虽短暂，却似交往多年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再见。顾兄，你真不试试？来都来了。罢了，能来此见一见修仙圣况，能结识云兄，已是足矣。云兄，漫漫修仙路，你我终会再见。山高路远，未来再见。山高路远，或许这一别很难再见。顾兄，保重。入不了宗门，就靠自己慢慢修仙。大道万千，总有一条属于我。真是个有趣的人，可惜了。天下之大，四海为家，管那么多做甚？老头给我留下不少灵种，既然寿元无尽，干脆种些灵药，先突破凝气境再说。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好地方，就这儿了。大哥哥，我们来帮你建房子。你加入杏花村以后就是杏花村村民，乡里乡亲，爷爷说应该互帮互助。以后顾命就是邻居，互帮互助是应该的。以后自己找顾命帮忙，可别推脱。终于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了，上辈子没完成的事，这辈子做到了。不枉费我苦心经营，选择了这么一个灵秀之地。顾哥哥，这是什么花？好漂亮！它叫蓝云子，喜欢吗？我送你。真的可以吗？回去挖个坑种下，每日记得浇水。谢谢顾哥哥。顾先生必然是隐世仙人，来此必然是为了体验红尘百态。顾仙人之事不得泄露外传，仙人最不喜身份暴露，被凡人打扰，知道吗？顾哥哥又在摆弄你的灵药呢。是巧儿啊，先坐，我收完这几株灵药便来。顾哥哥，我要成亲了，爷爷身体越来越差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亲眼见证我成亲。那个总是跟在我身后的小丫头片子，也长大了啊。这是我的贺礼，希望你一直平安喜乐，心想事成。顾哥哥，我想一直跟在你身后。怎么，你打算给我当一辈子免费劳工不成？好了，你有你的路要走，我也是。未来的风景很美好，不要总是回头看，去吧，向前走，莫回头。时间久了，它应当就不会结坏了。按照常理来说，10年份的灵药应该足够了，可还是差了一点什么。丹药，对，肯定是，只有炼制成丹药，才能最大功效发挥作用。全是10年份的灵药，品相上等。这样吧，一株灵药算你110灵石，这里总共10株，给你凑个整数，1000灵石，如何？这个是上等品相的10年份灵药，最少150灵石一株。你这灵药来历不正，不敢在大城池售卖，只能来我这里。不卖了。这掌柜特妈的有病吧？没事自己瞎意淫什么？客官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150灵石一株，一共1500灵石，我收了。
借自己炼丹的基础知识，炼制出一枚黑漆漆的丹药。叫什么名字好？不如就叫凝气丹吧。嘿嘿，这可是我实验7年发明的丹药，自己拥有专利权。有人会问，既然有筑基丹，为什么没有凝气丹？因为凝气这个过程，哪怕杂灵根也能凝气成功，根本不需要丹药。这破丹药让我整整拉了3天。我的问题应该并非经脉，好像是灵根属性冲突，导致灵力恰好被消耗完毕，无法完成大周天循环。我他妈真是个天才，我的凝气丹可成！顾叔叔在家吗？小巧，你怎么返老还童了？顾叔叔，你老糊涂了，我母亲才是小巧，我叫蓝云。蓝云，你找我何事？是你母亲让你来寻我吗？母亲昨夜去世了。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什么？父亲在3年前一去不回，母亲为了我日夜劳作，落下病根。他为何不来寻我？村长爷爷呢？母亲说，顾叔叔，你曾说过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要做，你们的路不一样，这是他的路，他不愿牵连于你。至于爷爷5年前就去世了。你在怪我吗？若是你不怪我，不可能独自承担所有，不会未曾给我留下任何遗言，不会至死，也不再见我一面。小乔，若有来世，别太执着。这些年，除了招呼李兰云，大多数时间都投入研究凝气丹上，整个药田都被霍霍的差不多。我成了，我终于成了！顾叔叔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修行之上有所突破罢了。小蓝云，你真不打算修仙？不修。为什么？难道你想一辈子平庸，当个凡人吗？顾叔叔，你让我修仙，是因为对母亲的愧疚，还是因为害怕孤独？我不修仙，我不想和你一样，看着身边人一个个死去。对了，隔壁王叔叔快不行了，顾叔叔，你要替他送葬吗？王二狗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才50多岁。凡人60、70岁便是长寿。顾叔叔，你真以为凡人能活100岁？顾叔叔，为什么你当初不多看母亲一眼？为什么他弥留之际还在念叨你的名字？他让我告诉你，他从不怪你，这是他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可我做不到。长生修仙真的是好事吗？顾叔叔，你活得真的开心吗？我不想和你一样，看着身边人一个个死去，我宁愿与他们一般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凝气境，我来了！这么多年，我终于要突破凝气境了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今日我顾命，亦可以5行灵根，演变万物。赵老大儿，我成了，我终于踏入凝气境，我的路没错。待蓝云成家立业，再离开吧。蓝云啊，你已经26了，再不嫁人就是老姑娘了。我不嫁，就这样也挺好。当然，如果顾叔叔不愿我继续留下，我走便是。你既不愿，那便算了。不过，你真不想修仙？不修。你是不是偷偷给我用药了？怎么会？或许是因为你经常替我打理灵药，受灵气滋润。顾叔叔，对不起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我知道你怪我，但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，生老病死我没办法掌控。娘亲从未怪过你，这是她留给你的信。我看过了，我知道了。长生真的好吗？顾叔叔，你似乎从未开心过。安心走吧，去见你娘亲，别让她等太久。顾叔叔，若有来生，我陪你修仙，陪着你。顾叔叔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不想死，我想陪着你，一直陪着你。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
羊儿叫，草儿摇，春风绿了，白了头。真香啊！这才是神仙生活，修仙狗都不修。我操！我的土壤！这个时代的图书馆，人体经脉构成图，阵法基础理论，丹药炼制理论。你很喜欢看书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我修仙天赋不行，还不如多看些书，知识也挺有趣。这些书都是我一生收藏，每一本书的来历我都记得，里面的内容我都一清二楚。你记得它哪儿来的吗？我就装一下，你怎么还较真了？小家伙，做个交易怎么样？我时间不多了，我这一生修行万载有余，一身传承不忍葬于天地之间。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传承，将其发扬光大。天赋并不重要，只要你日日夜夜以这元灵池淬体修行，100年之内必然可踏入元婴境。这么牛掰，可以，一言为定。小家伙，莫要辜负我的希望。100年内你无法离开这里，这是为了保护你。呸！这种老怪物，目的是什么？用屁股也能猜到。元灵池耗尽本座毕生心血，可逆天改命，无视体质，以妖孽速度修行。可惜成功的太晚了，本座只能出此下策。这元灵池真牛掰，不过我的突破速度太快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根基不稳。不对，我要根基有屁用啊？我又不怕死。之后的第20年，我看完第100万本书籍；第50年，读完300万本古籍。知识是我即知识。第80年，读完整个古殿1半书籍；第100年，读完了2/3古籍，甚至是3000大道、天地初开、万物运行理论，各种修行上的困解疑问，几乎都通透了。唯一的不足是，靠！我怎么还是宁气境？老家伙忽悠我！没想到本座随意抓来的裘蚁，竟然是个天骄。100年时间，耗尽本座毕生心血，最差也能踏入化神境，今后潜力更是无量。小家伙，你不会真以为……你想夺舍我，我懂。无外乎3种情况：其一，寿元将尽，无法破境；其二，根基被重创，身躯腐烂，回天乏术；其三，修行出了岔子，走火入魔。好，不愧是本座选择的天骄。你继续猜猜，本座为何一定要让你修至元婴境？无外乎只有元婴境肉身，才能勉强承受你的灵魂之力，让你寄生。你知道平生本座最讨厌什么吗？被人猜到你在想什么。你很能猜呀，那你猜猜，本座夺舍你的肉身，你的灵魂会如何处置？当然是魂飞魄散，或者被你吞噬。你脑袋秀漏了吧？这还问？我鄙视你！啊！本座要你死，你个蝼蚁！且慢。知道害怕了，本座还以为你不怕死。你搞错了，我想提醒你，我并没有踏入元婴境，你这玩意儿不行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在骗本座，你肯定在隐藏修为。就算是一条狗，吸收这么多灵力，也能踏入元婴境。喂，不带这么羞辱人的！我天赋差一点点怎么了？是你家大米了？赵老头都没这么说过我。你该死啊！天妖王本座，让本座碰见这万年难得一见的废物！本座堂堂问心宗老祖，竟然落得如此下场。还好，本座的后辈中出现一位还不错的天骄，替本座执掌问心宗，本座也无憾。这家伙竟然是问心宗大佬，我和问心宗真是有缘啊！被洪无极杀死，献祭其血脉后代问心宗宗主洪傲天复活宿主，获得异火古幽玄火。竟然是古幽玄火，异火榜中排名第10的异火，不知不觉又变强了。修仙也没那么难嘛。不错，确实是黑白双煞人头，
赏金100灵石，收好。又是黑丧，这个月多少次灵躯上进了？我算过了，第8次。这家伙不修行的吗？为了灵石这么拼命？差不多了，该着手炼制武灵筑基丹了。老爷，您回来了。你先吃饭，不用管我。没有我的吩咐，不得踏入我的房间。不错不错，第1次就成功，我真是个天才。堵住1道灵力吸口，还有360窍穴灵气不断外泄，这是成功了还是没成功啊？我尼玛，怎么这么多洞？老天爷，你耍我呢？难道要铸360处道金？以后是不是还要360颗金丹？姬无命，宁气8种，采花大盗，专门祸害凡人女子，赏金高达200灵石，就你了。哎呦，这不是鼎鼎有名的黑丧大人吗？今日怎么有时间来此？是看上哪个清券了？你大人您真会开玩笑，我都是老资历了，哪里当得起您特意找啊？ 10块灵石。哎呦，您这话说的，您跟我来。停，你干什么？我问你点事儿，如果让我满意，灵石你拿走。大人，您可真会开玩笑，您问我一定知无不答。最近你这春云楼有没有什么比较奇怪的？就是来这里，真的是为了勾栏听序的？恰好最近就有一个人，而且此人脸色惨白，明显纵欲过度，却在此处只是喝茶听曲，实在怪异。此人便是姬无命。帮我个忙，灵石你的。大人，您说。传个消息，就说顾家有女，待字闺中，天生玄阴体，生得倾城。大人是打算对付姬无命？知道就行，好好办事，也算为民除害。老爷，咱真得如此吗？还真有几分姿色。起来，给老爷扭一个。好一个美人儿，真乃人间绝色。该死，好强大的力量！来了还想走？当我黑丧的名头说着玩的？是你，黑丧，难怪如此强大。不过你未免太过大意，这么个美人竟然忽略了。你竟然是阵法师，怎么可能？我的院子布置360个凡级小阵，只要触发一个，便会合成皇级上品阵法，哪怕是筑基强者踏入也动弹不得，更何况是你。堂堂黑丧，凝气境9重强者，对付我竟然动用阵法，卑鄙！阵法不是我的手段吗？败了就是败了，借口真多，大不了一死而已。对了，再告诉你一件事，消息是我让春云楼老鸨传出的。死八婆，她真该死！对了，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他是男的。你好呀。我操！哎呦，姬无命死了，这么快？谁干的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黑丧那家伙。黑丧兄，恭喜恭喜！我来蹭个饭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小苏苏，准备一些好酒好菜。明白，老爷。你又提送林苏了？胡说，我这是友好交谈，只不过他比较纤沉罢了。不过不得不说，林苏这小家伙生得眉清目秀，若非你收留，恐怕……是啊，总是有很多事不尽人意，你我也只能尽力而为。罢了，不提这些。今日前来，只为了与黑丧兄畅饮一场。你又接了悬赏？一个筑基中期的邪修，以凡人精血修行，这种事我当然要管。这惶惶乱世，如果谁都不管，何来太平？如果能活着归来，再与君共饮。好，剩下的酒我留着，等你凯旋归来。李老爷又要去做危险的事吗？10年时间，我再也未曾见过李丽轩兰，但我知道，她不会再回来了，永远离开这个世界，
去追寻他想要的太平盛世。老爷，您就不能休息休息吗？这些年，自从李老爷失踪后，我从未见过你停歇片刻。这世间需要我学习的东西很多，与其浪费时间，不如投身学习，学无止境。老爷，你回来了。身子顾不好就别总来外面，感染风寒怎么办？别忘了每日服用我给你的丹药，至少能让你身体强健一些。生老信死本就是常态，能陪伴老爷这么多年，已经很满足了。老爷，我时间不多了，你歇息一段时间吧。好，老爷，我时间到了，不能继续陪你走下去，抱歉。这些年我很开心很快乐，能碰见老爷是我一辈子的福分，恕我自私，不能继续服侍老爷，下辈子我该给老爷月下起舞。你服侍了我一辈子，这一次换我来。林苏走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在离开之前，还有一件事要完成，有一个约定要完成，对吗，李兄？李兄，我来赴约了。闲杂人等不得踏入县衙，速速离去，否则死！这光明正大四字，尔等不配！找死！助纣为虐，二人眼底深处皆藏着浓浓煞气，邪修。我对你如何发现这里并不感兴趣，但我比较好奇你为什么杀心如此重。我与你似乎从未见过。李兄，我来了。还记得60年前那人吗？李玄兰。当然记得。60年前，有个不知死活的筑基修士找上我，当时我仗着筑基中期修为，未曾将他放在眼中，但那家伙实力强横，竟然拥有越阶一战的实力，害得老子差点阴沟翻船。全力一战，我不是他对手。但你知道他最后怎么死的吗？我本打算以整个枫林县无辜生命威胁他，让他束手就擒，放我离去。谁曾想那蠢货竟然真的放下武器，任由我处置。既然如此，我何须离去？干掉他，我还能继续躲在枫林县。这些我不在意，但你杀了他，就该死！怎么可能？区筑基初期，力量竟然堪比普通筑基后期，又是一个天骄，不愧是那人的好友，能以筑基初期杀我这个筑基后期，痴心妄想！邪月狼啸，给我死！陆风掌。异火，你竟然掌握异火，怎么可能？阵起。什么时候，你竟然是阵法师？随手布阵，绝非普通阵法师。才反应过来，为时已晚。你不能杀我！你若敢杀我，我身后之人不会放过你。你不会真以为我一个邪修能掌控一个县城数十年安然无恙？与我何干？我只要你死，祭奠李兄。李兄，一路好走。除了邪修气息，还有一位剑修，以一己之力屠杀整个邪修窝点。此人修为不凡，最少是筑基后期，很可能是筑基大圆满。但除了这些，似乎还有一股强大的火焰力量，是异火。能掌控异火的修士，必然来自宗门。宗七大人，涉及宗门还查吗？你敢查吗？掌控异火的筑基期修士，必然是宗门天骄历练。结案吧，你我担待不起。掌柜的，
咱这店已经1个月没生意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真要喝西北风了。慌什么？1个月前不是刚开张了吗？唉，掌柜的，那是咱1年里唯一一单生意。掌柜的，你有招揽顾客的法子了？不，该吃饭了。去听阁楼买些好酒好菜，庆祝一下上个月第1单生意。掌柜的，咱已经庆祝1个月了。有道理。你若有招揽顾客的想法，不用告诉我，直接做。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老板？这位殿下需要点什么？上面写的我基本都会。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凝气丹，凝气还需要丹药？自然，我这杂货铺为天下人服务，杂连根凝气困难的修士也算天下人。有点意思。不过你这店里的东西恐怕还入不了我的眼。有钱，皇宫中人还闲，这不是生意吗？殿下不如合作，皇宫总需要丹药、灵气、符文、符阵法，生意给我，你我9一分如何？皇宫缺丹药师，缺炼气师，缺阵法师。我虽喜欢灵石，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。这种品相，风老爷只能做到这一步。你是玄级丹药师？殿下，筑基丹至少要炼2个时辰，他不会真让咱们等吧？说他真是玄级丹药师，等2个时辰算什么？阁下若真有此等本事，何必做生意？我可代表云庆国聘阁下为客卿长老。不感兴趣，我喜欢自由。那合作？9一分。9一分也太过分了，我们确实过分。阁下处理，我只是跑腿，半成便可。你倒是聪明，行，勉强答应你。掌柜的，你站太高了。掌柜的，除了丹药、炼气、符文、阵法，你也会？会一点，不过太浪费时间，主要做丹药。回来了，先吃饭，边吃边聊。坐下。一个玄级丹药师，没架子，懒得出奇，还窝在这犄角旮旯开了家没客人的杂货铺。不是，你都是玄级丹药师了，还能把店开成这样，离谱！每月给你炼制1000枚丹药，玄级以下种类不限，玄级下品丹药提前预约，炼气、符文、阵法也得预约，还得看我心情。先生炼丹虽快，但也需要修行，恢复灵力神识。每月1000枚已经很多了。不是，纯属不想动。玄级以下1000枚3天差不多。掌柜的一直这样，你们是我们开店以来第2位客人。强是真的强，懒也是真的懒。我的身份不要外传。不久后，天洛城震动，一批品相上乘，疑似出自玄级炼丹师之手的丹药流入市场，引得无数贵族争相抢购。九弟，我的好弟弟，我们可是同父同母，你就告诉三姐，那丹药到底出自何人之手？三姐，不是我不说，是那位不许我说。一个玄级炼丹师，我可惹不起。当真？而且我怀疑他不只会炼丹，炼气、符文、阵法，他似乎都会点儿。以你整日找乐子的性子，竟也能碰见这种高人，自然是因为那位高人与我有缘。行，你守着你的秘密，等父皇亲自来问，我看你还怎么装傻。傻子才断自己财路。接下来几日，皇子公主接连登门，允只一概装傻，能糊弄便糊弄。子儿，这次做得不错，能结交此等高人，是你的机缘。不过你也知道，云庆国如今与西夏交战，丹药关乎前线生死。风老虽是玄级炼丹师，却性情孤傲，练不练全凭心情。若那位高人愿为云庆国炼丹，无论什么条件，朕都可尽量满足。父皇，并非儿臣不愿引荐，只是那位高人不愿暴露身份，若儿臣违背承诺，恐怕只会适得其反。那你替朕转告他，此物算是朕的见面礼。儿臣遵命。去查那位炼丹师的位置，记住不要惊扰。
若他不愿入云庆国，朕便亲自去见他。问心宗暗中已援助西夏，若云庆国再得不到玄级炼丹师效助，前线危矣。先生，这是这个月丹药收益，共100万灵石，除去我的半成，还剩95万。先生，您如今这么富有，还用低阶储物袋，以您的身份，怎么也该配个储物戒吧？够用就行。还有事儿？先生，我大老远送钱过来，您不招呼我吃顿好的，至少也让我喝口茶吧。先生，这是父皇让我转交给您的见面礼。庆帝想招揽我。先生果然厉害，父皇想请您做云庆国可卿，条件随您提。您放心，我没泄露您的身份，只说会代为转告。回去告诉他，我没兴趣参与世俗之事。若他不乐意我待在云庆国，我可以走。明白，先生放心，我一定如实转告。你好呀。皇宫里哪位公主？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和云子挺像。我是三公主云清，是不是云芝告诉你的？不对啊，我明明伪装得很好，连宫里侍卫都认不出来，父皇也看不出来。你别走呀，你到底怎么看出来的？是眼神、气质，还是我太像公主了？你说句话嘛，我好歹是三公主，你这样很没礼貌。寻我何事？有话直说。你太吵了。与我合作，我那傻弟弟不成事，跟我三公主高高在上，你能赚得更多。不缺灵石，和云子合作只是觉得好玩，打发时间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你闭嘴。哼。说吧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不亲。谁让你亲了？开个玩笑，可以说了。哼，你看，你还是先认输了。我也答应与云芝合作，不会言而无信。我不是来抢他生意的。云庆国和西夏国开战，前线缺丹药，舅舅他们受了伤，舍不得用好丹，只能硬扛。普通士兵更不用说，很多人明明能救，却因为丹药不够回不来。我知道你不想进皇宫，也不想做客卿，所以我只想和你另做一笔军需生意，每月5000枚丹药，专攻前线，价格你定，我可以出很多灵石，比他们都多。可以，但我有条件，每月给我备100份玄级丹药材料，年份、品相不能糊弄。没问题，还有吗？再弄个炼丹炉。这个不行。我说炼丹炉。你怎么不再问问？说不定。一边去，你哪有炼丹有意思？不可能呀，男人难道不喜欢我这一款？回去问问父皇。你这人不太礼貌。筑基初期，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筑基初期，能炼出玄级丹药。别动歪心思，代价你承受不起。看在云清的面子上，我会替云庆国炼一些丹药，除此之外不谈。阁下可愿入云庆国？不愿。若还想试探，尽管动手。阁下来自丹殿，叨扰了。丹殿，有时间倒是可以去看看。炼丹师圣地，典籍应该不少。皇宫中，庆帝得知此事后，当即下令，任何人不得私自踏入那间杂货铺，更不得惊扰顾命。这次你们做得不错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我要当皇帝，我要上战场。片刻后，两人一同喜提3日禁闭，不知不觉已在天洛城待了8年。8年里，云庆国与西夏国的战事越来越烈，边城一座接一座告急，战报一封接一封送入皇宫，逃难的百姓涌入天洛城，
贵族与修行世家却开始暗中给自己找退路。修士可以换一国修行，可百姓的家就在这里。先生，您清点一下。云子呢？昨日将务城告急，西夏大军已至。为了稳住军心，九弟亲自挂帅去了前线。往后便不劳烦先生继续炼丹了。云庆国付不起灵石了。不是，先生莫怒，实在是如今丹药我可以继续炼，需要多少炼多少，灵石便免了。这些年，他撑着公主的体面，撑着云庆国的颜面，撑着前线一次又一次败报带来的压力，却未必能救云庆国。有些事回天无力，帮是帮一城，不是替所有人改命。先生，你说这世道为什么一定要打仗？和平共处不好吗？因为欲望，因为利益，也因为人心。所以你要好好活着，活着才有机会看见后来。我信先生。生死轮回第几番，沉沉结结不曾现。云庆国若败，便又要离开，继续上路。3年后，云庆国10之8九城池沦陷，西夏大军势如破竹，不日便将兵临天落。掌柜的，我要随父母往北逃难，您真不走吗？我留下，替故人送行。掌柜的，这太多了，您这些年待我如此。不会说话就闭嘴。先生，我最后还有个请求。说。我从小没爹，是您给了我父亲般的温暖，可否让我叫您一声滚？活下去。一路走好。先生，九弟战死江雾城，尸身落入毒手，我要亲自接他回来。明知是死，也要去。邻家男儿能战死沙场，我虽为女子，也上得了战场。先生早些离开，西夏不知您身份，恐会误伤。顾命没有拦，有些路旁人拦不得。10日后，天落城破，庆帝战死，黄巢血火冲天。走吧。继续查，一个人也不许放过。陛下，那人必须抓住。他炼出的丹药带有异火气息，修为却不高。若老夫所料不错，他身上必有古老丹道传承。你确定他不是丹殿之人？哼哼，他的手法绝非丹殿一脉。青帝那老东西不信老夫，非要将他奉为贵客，如今亡国也是活该。一个连旧主多年供奉都能转头卖掉的人，用起来方便，却也不能真信。通缉令一发，只要他还在天落，便逃不掉。找死！你们都该死！往北走，别回头。随手斩铜剑，心性也不差。师尊让我下山寻传人，这不就送上门了吗？这么爱美的丫头，定是不愿这样的。罢了，大不了再死一次。有事？你不怕老夫？怕你做甚？老夫很厉害，一巴掌就能拍死你。让开，别碍事。小家伙，老夫见你根骨奇特，乃万年难见修仙奇才，可愿随老夫修行？没兴趣。老夫可是高手，很高很高的高手。有多高？3、4层楼那么高吧。哦，你想替那2个小孩收尸？简单，你拜老夫为师，老夫愿帮你；否则，老夫把他们藏起来，让你一辈子也找不到。
你确定要收我为徒？老夫这一生见过的天才，比你吃过的米还多。你虽有点古怪，但老夫受得住。我怕你小心脏受不了。笑话，老夫什么阵场没见过。行，待我替他们送行，便随你走。小妮子，别怕，我带你们回家。倒是个有情有义的娃娃。小妮子，我也算仁至义尽了。若有来生，记得为自己活一次。你也是，平日不好好修行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下辈子别再这么不务正业。小子，你太偏心了。女孩子爱美。慢点儿，坐稳。你还酒驾？小子，到了，此地便是我青城派上古年间威震大陆万宗来朝。这就是你说的威震大陆？曾经是多久以前？1万年、2万年、3万年？上古时代，年轻人脑子就是好使。小祖宗，这可是青城派的脸面。你们脸面挺薄。从这里走回去，以你的速度，大概100年。山门只是表象，古派底蕴岂能让庸人一眼看透？我再信你一次。别急，青城派毕竟是上古势力，真正的底蕴在藏书禁地。上古宗门的典籍，最后一次。我再信你，我就是狗。你踏入我青城派禁地，若不加入青城派，老夫只能抹去你记忆，以免你泄露机密。就这还禁地？当柴房我都嫌寒酸。怎么说话呢？虽然是实话，但不能羞辱自家门派。行吧，先说说青城派情况。乖徒儿，想要什么身份？内门、核心、真传、圣子，随便挑。要不你当掌门？说重点。目前门派3人，你、我还有我师尊，也就是如今的太上长老在后山闭关。至于老祖，云游四海去了。乖徒儿，其实青城派也挺好，没规矩，咱自己就是规矩，没人争权夺利，一人吃饱全不饿。你若缺修行资源，为师替你去抢去找，谁敢欺你，老夫拍碎他全家。好，好什么？即日起，我便是青城派大师兄，你为掌门，你我携手将青城派发扬光大。不必吧，有你一个徒弟就够了，咱真不需要发扬光大。这青城派是我这大师兄说话管用，还是你这长说话管用？当然是大师兄。那便听我的。关于青城派复兴10个100年计划，师尊，认真听课。10个100年计划分10个阶段，100年一个小目标，1000年后让青城派恢复昔日辉煌。乖徒儿，如今大陆顶尖势力哪一个不是万年积累？1000年从零开始不现实，不如为师先教你修行。第一阶段，先让青城派看起来像个宗门，灵植恢复灵气，建筑完善山门，阵法聚灵护宗，资源能找就找，找不到再想办法。你刚才是不是想说抢？师尊听错了。乖徒儿，想法是好，可丹药、阵法、灵气、灵植师咱都没有。我会，都会。
乖徒儿，你若把这些心思用在修行上，如今怕是早该金丹了。这哪里是徒弟，这分明是能压过他师尊那蠢徒弟的宝贝。这徒弟的脑子可能真的和正常人不太一样。乖徒儿，你什么时候开始修行？再等等。那明日？再等等。下个月？急什么？唉。这才叫修仙门派。2年，整整2年，你硬是一天正经修行都没有。乖徒儿，你祖上和青城派有仇还是有恩？何出此言？若不是有渊源，为师实在想不明白你为何如此尽心。我师尊、师尊的师尊、师尊的师尊的师尊，除了给青城派找传人，什么都没干。师尊，你思想觉悟有问题。人若没有梦想，和咸鱼有什么区别？身为青城大师兄，振兴青城，责无旁贷。不行，你不能再浪费天赋。从今日起，每日随为师修行1个时辰，最少3个时辰，2个。成交。只要肯修行就好。等这小子尝到修行的快乐，迟早会把心思收回来。锄头你赔。我现在退位，还来得及吗？不可能，根基稳固，灵气浩瀚，实力统皆无敌，还精通炼丹、炼气、阵法、灵芝，连房子都会建。为何老夫教了5年，你还是去筑基用气？乖徒儿，你是不是压根儿没认真修行？师尊，我早说过，收我为徒，怕你小心脏受不了。说，你到底什么体质？5行灵体，5行均衡，金木水火土，1个不偏。完了，老夫要输给那老头子了。师尊，修行一道，不能只看修为。你徒弟修为不行，但别的都行。你负责修为强大，我负责宗门强大，你我师徒联手，岂不是天下无敌？但你修为太弱，若有人欺你怎么办？我可是你徒弟，欺我就是打你的脸。你若打不过，还有师祖，师祖不行就继续往上摇人。乖徒儿，老夫想明白了，咱青城派上面确实还有不少老头，少说10几个。只是这一脉向来随心，只要传承不断，他们便懒得管门派兴衰。10几个老祖，这不就是底蕴？别想了，不到灭门之祸，他们不会现身。想让他们帮你复兴青青，门儿都没有。乖徒儿，要不你也收个徒弟，为师好退。想跑路？青城派什么时候复兴？野兽派什么时候走？那你总得修行吧？为师这里还有几件灵器。灵器，充公。忘了咱们复兴理念，门派资源统一调配。100年了，这徒儿有秘密，可谁还没点秘密呢？100年后，青城派已今非昔比，顾命靠炼丹布阵、培植灵药、售卖资源，硬生生把一个破山门盘成了隐世大宗的模样。当然，只是模样，宗门真正的底蕴依旧空得很。若师尊知道老夫收了你这么个徒弟，定会大吃一惊。除了修为，你哪一样不比他徒弟强？我宣布，青城派第1个100年计划完成。好，那咱是不是该歇歇了？为师年纪大了，经不起你这么折腾。师尊，你可是化神中期，那你还筑基中期呢？个人修为得失，怎能与复兴青城相提并论？师尊，你思想觉悟还需提升。第2个100年计划启动。我是上品雷灵根，本该免费入宗，却被关系户顶了名额，付不起修仙费用，只能做散修。道友留步，我见你与青城派有缘，可愿入我青城派修行？我没灵石，不要灵石，青城派免费修行。师尊，露一手。以我青城派实力，需要坑你一个凝气小修子？
我愿入青城派。来，签个卖身契，不是，入派通知书。二位如何称呼？青城派大师兄。拜见大师兄。青城派掌门。莫非自己真是天命所归？今后，你便是青城派内门二师兄。我，二师兄？对。老二啊，身为宗门二师兄，可不能对自己的宗门不自信。以后师弟师妹来了，你就是表率。师弟明白。孺子可教，比掌门靠谱。忽悠，接着忽悠。青城派外表气派，山门巍峨，灵雾缭绕，像极了隐士大宗，但里面空的也很彻底。功法、灵气、长老、执事各部门一个没有。今日是青城派复兴计划开始以来第一次正式会议。二师弟，你负责记录，先确认一下是否有人缺席。不是，总共才3个人啊！回禀大师兄，并无缺席者。终于有人替自己记会议记录了。第一件事，欢迎韩师弟加入青城派。第二件事，如今青城派正式开始招收弟子。二师弟，我任命你为招生负责人。大师兄有些难，咱们青城派凭空冒出，别人未必信。况且咱们除了外表，宗门该有的东西基本都没有。急什么？你先替青城派造势，就说10年后正式招收弟子、长老、执事、护法，不仅免费修行，待遇还丰厚。可为什么是10年后？凑灵石。放心，10年时间，我炼些丹药、符纸、镇尸灵气，应该够成一阵子了。别看老夫不会，但我这乖徒儿样样都会，你听他的就行。这是你的活动经费，外加预支的10年待遇。100万灵石，大师兄，您不怕我跑？去吧，我相信你。云溪必不辱命。10年后，青城派照面终于充盈起来。乖徒儿，要不咱别复兴了，这些灵石够咱们逍遥几百年不愁吃喝。师尊，思想觉悟有问题，下不为例，否则扣你1年修行资源。道友，请看一下青城派的招生文书。听说了吗？青城派那个梦掌门可是化神期的大高手，免费修行，待遇丰厚，掌门还是化神强者。哪怕有人怀疑，也忍不住想来看看。招收弟子那日，青城派山门外人山人海。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掌门，不知我这修为在青城派能任什么职位，待遇如何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乃青城派大师兄，就由我来给诸位介绍一下。首先，金丹初期可任执事或护法，金丹中期可为外门长老，金丹后期为内门长老。至于待遇方面，基本月俸加贡献提成，多奏多得。比如这位道友金丹初期每月5万灵石起，如何？不仅免费修仙，还有灵石拿，我要入派！我也要入派！入派生付3000份筛选弟子。乖徒儿，你找这么多人进来，容易坏事。有教无类，不适合修仙界啊。放心，师傅，接下来就是筛选品行端正的修士。乖徒儿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此次3000人暂收入门，接下来做一个入门考核，不通过者直接逐出青城派。大师兄，若他们闹事怎么办？咱们不是有化神境打手吗？我这个掌门又成打手了，越来越没存在感了。大师兄，你真的能行？那是自然。你记住了，满分100，60分及格。咱青城派是正道宗门，不收品行不端、理念不合之人。以老夫品行，总该满分吧？徒儿，你这个出的什么破题？就连老夫才考50分。若你不是老夫徒弟，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理念，干脆连我一起逐出宗门得了。师尊息怒，您可是掌门，格局要大。算了，你自己折腾吧。出了事，别怪老夫揍你。大师兄，按照您的方法，考核结束。如今青城派只剩28名弟子，以及1名金丹初期长老，这考核太难了，就算是我，也只是勉强及格。 不
比我预想的多。咱们可是免费修仙，如果不是百里挑一，哪里配进青城派？今后就按照这个标准来。对了，大师兄，此次考核还有一个满分，叫南宫大力，只用了半盏茶时间答完题目，而且越答越兴奋。一起去看看。拜见大师兄。他叫南宫大力，这小妮子不简单，能把他的题全答对，要么是天选之子，要么是抽象圣体。你觉得我的试题如何？十分合理呀，就是有点简单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合格。大师兄，我觉得满分以下都可以逐出门派，既然理念不合，就不配留下。照你这么说，青城派就剩你和大师兄了。大力啊，如你我这般万中无一的天选之子，终究少见，对其他人不能要求太高。师兄说的对，能有您1、2分丰满已是难得，不能强求。青城派未来可能会很强，也可能会很离谱。力量型特殊体质，你为何想入青城派？因为我觉得青城派有品。很有眼光，今后你便是3师妹。乖徒儿，咱宗门那些小家伙一个个都不是善茬，不少势力对咱青城派意见可大呢。怎么了？这可是我精挑细选的弟子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这些小家伙行事坑蒙拐骗，什么手段脏怎么来，惹得北周国修士怨气通天。废话，自己设定的那些题目筛选的都是精英，其他门派能力不行，怪谁？有些道理，反正有老夫在，翻不了天。韩云溪一直任劳任怨，门派大大小小的事都由他负责。南宫大力那小妮子看着可爱动人，下手可重，将门派弟子挨个打了个遍，闹得门派鸡飞好跳。小女孩嘛，玩心大一些，能理解。100多岁的小女孩，她昨天晚上偷偷拔本座胡子，若非本座及时反应，这留了多年的胡须恐怕也会被其霍霍。这还不算什么，门派内谁也管不住她。其他弟子好不容易抢来的好东西，他便想方设法与人比试，赌注便是他看上的东西。还有，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灵砖，他将北周的灵砖喜欢拍人后脑勺。上一次他将北周国皇子拍个脑震荡，人家可是找上门诉苦。若非老夫亲自出面，这事儿没完。北周国自然不算什么，但其身后可是剑云宗，还是得给点面子，不能太过分。那灵砖自然是出于我手。还有，停，我知道了，待会儿我去训斥他，让他面壁思过。大师兄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怎么回事？你好歹是门派2把手，怎能如此不注意形象？南宫大力那死丫头拍我后脑勺，抢我好不容易弄来的龙血果。得，待会儿叫南宫大力来见我。还有，这是此次炼制的丹药，你将其售卖后，其中10万灵石当你的汤药费。大师兄，人家好想你，终于见到你啦！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又乱来？欺负师兄师弟？大师兄，他们污蔑我，我和他们交换，他们不给，我就只能出此下策。但我可是用灵石补偿，没有抢。这小妮子虽然乱来，但好歹还有一些原则。你拔掌门胡须的事怎么说？哼，谁让北周国那些家伙上门找我麻烦？掌门竟然责罚我面壁3日，还一点也不护犊子。你将人家皇子拍出脑震荡，只是让你面壁3日，你还委屈上了。是杨伟那家伙先轻薄于我，对我污言秽语，我才拍他后脑勺。若真是如此，情有可原。今后行事不可乱来。知道了，下次不会了。我意思是别让人抓住把柄，做事干净。像那什么杨维，你下手太轻了，拍他个失忆，他还能知道是谁做的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将他洗劫一空？那倒没有，当时太匆忙了，我就跑路了。停！你干什么？去再拍他一次，这次给他拍个失忆，再将他洗劫一空。胡来，下次有机会再说。知道了，大师兄再见。
师尊，咱青城派有没有什么比较牛逼乎乎的功法，但普通人又不能修行那种？好像还真有，但这些玩意儿都是禁忌功法。乖弟儿，要不咱修行正经功法如何？为师这里可是有地阶功法哦，你不想学习吗？不学，我要研究禁忌功法，看看何为禁忌。既然是禁忌功法，肯定不能以常理推之，要么伤天害理，要么伤自己。师尊，你最近修行有些懈怠，竟然有时间斗蛐蛐，看来得让云溪给你找点事做。乖徒儿，随我来。师尊，您可是青城派掌门，怎么来这里如此慌张？忘了，现在老夫可是青城派掌门，化神强者，还怕个球？随老夫来。师尊，这些功法只有些问题，修行容易出岔子罢了。既是禁忌功法，为何不毁了？胡说，好歹是青城派历代强者传下的强大功法，就算有一丁点问题，若是毁去，对先辈不敬。乖徒儿，你可不能乱修行，必须符合要求，否则容易出岔子。老夫当年接任掌门之位时，曾踏入此地，但并无合适功法，也就未曾再踏入此地。好了，师尊，请您走吧，这里是我的了，别在此地妨碍我。不行，老夫不在此地，你乱来怎么办？况且你并非青城派掌门，并无资格踏入此地。规矩是我定的，对我做不得数。这样吧，我放你100年假期，如何？不许反悔，老夫解放了！龙象镇魔功，此功法霸道，非力量型特殊体质不可修行，否则容易毁坏经脉。不过咱门派恰好有，适合南宫大力那小妮子。无脉神功，没有经脉创造出此等神功，这位青城派老祖精神值得学习。万魂幡炼制之术，老祖，你思想很危险，像某个故人，收藏。道天圣功，盗取天地本源修行。如果被天道发现，天道杀了我，我献祭谁？天道他妈？不妥，备用。天幽藏命诀，献祭自己灵魂、血肉，将自己的一切葬于天幽之下，可换取无可匹敌的力量。这功法也太逆天了，就算是最低层次的使用，最多使用3次，便会永坠天幽，抹除天地之间一切自身痕迹。但是似乎是个不错的法子，前提是死在敌人手中，同归于尽也行。大力啊，这是师兄特意替你寻的功法，你要好好修行，切勿怠慢。还有，此功法不得外泄，乃青城派不传之秘。知道了，大师兄，你还好意思催促我修行？你看看你，还是筑基境，我已经金丹境中期了，不知道我这一拳200年的功力，你挡得住吗？可恶的大师兄，你晚上睡觉最好别闭眼。你若不好好修行功法，下次还挡。你留言这。怎么回事？有股莫名的不安，谁欲对我青城派不利？不管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养，我又死不掉，怕什么？徐长老，可能确定炼制此丹药的异火便是玄幽蛊火？是，与老宗主的异火气息一模一样。老宗主突然暴毙而亡，异火不知所踪，所以老宗主之死或许与炼制此丹的炼丹师有关。好，很好。杀我兄弟，还敢肆无忌惮动用异火炼制丹药，查清楚此人来历了吗？回禀宗主，此人来自北周国新出现的势力，名为青城派，一个无名势力罢了。但其因为免费修行的缘故，最近名声大噪。一个最近数百年崛起的小势力，虽不知此人动用何等手段杀我兄长，但其能无声无息杀我兄长，夺取玄幽蛊火，想必是什么邪魔歪道的手段，并无什么本领。查清楚青城派掌门是谁，那炼丹师又是谁了吗？这青城派不简单，其掌门虽龙见首不见尾，但根据流传，似乎是一名化神境强者，应该是化神境初期。除了他，青城派最强者不过金丹境后期罢了，不足为惧。且青城派掌门数十年前离开青城派，然后再也无踪迹。至于那名炼丹师，乃青城派大师兄，筑基后期修士，不足为惧。好，很好，
不知哪儿冒出来的土著化神修士，也敢欺我问心宗。既然他离开青城派，那便先收取一些利息。唐长老，你率领执法堂弟子，给本座将青城派灭了。遵命。那炼丹师本座要活的，本座要让他知道什么叫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青城草，300年看似很长，亦不过我漫长生命中的须臾一瞬罢了。这里终究并非长留之地。这位师弟面生，可是新入门的弟子，有何指教？我这里有一物，名为拓灵珠，借用此物修行可事半功倍。此灵物乃师兄我冒着九死一生自尽地获得。师弟，我与你有缘，1000灵石便赠予你，如何？我看你衣着儒雅，气质不凡，偏偏干着坑蒙拐骗之事，还骗到我身上来了。你这所谓的拓灵珠，明显是作假之物，表面覆盖一层淡淡灵菌，实则就是一颗普通珠子，一文不值。你这作假手段太粗浅，不如我教你一招。多谢师兄教解，不知师兄如何称呼？师弟眼拙，似乎未曾。大师兄都不认识，该罚。谁是顾命？出来，跪下领罪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直呼大师兄之名？什么玩意儿？也敢在我青城派放肆？真当我们是小宗小派吗？各位小祖宗，这是元婴强者，不是宁弃仇淫，你们叫嚣也得分人吧？现在传信梦为虚，大概率来不及了。很好，很好，顾命，你以阴谋诡计害死我问心宗老宗主，夺其玄鱼蛊火，今日更是纵容门下弟子羞辱本座，你可知罪？我如果说玄幽蛊火是我捡的，你信吗？哼，你觉得呢？既然不信，何须多言？你问心宗宗主就是我弄死的，怎么了？既是来者不善，还一副伪君子姿态，真是令人作呕。要战便战，你且问问我青城派上下，谁惧一战？大不了拼他个玉石俱贤，问心宗又如何？欺我派掌门不在，小人罢了。能在这修仙界碰见一个大公无私的门派，碰见如此多的知己挚友，我已无憾。今日杀他个天昏地暗，大不了一死。欲杀我派大师兄，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找死！所有人听令，一个不留。谁敢退后半步，待战者，杀无赦。所有人听令，借助门派阵法，33组队尽可能拖延时间。活下来，掌门已经收到消息，正全速赶回来。谁他妈敢死，老子将他逐出门派。谁敢受伤，面壁思过1年。等你这乌龟壳碎了，我发誓要将顾命碎尸万段。你们都是好样的，都是我的好师弟师妹。忘记入门考核的试题了吗？无论碰见什么危险，甚至症状，哪怕是灭门之灾，首先考虑活下来，不许意气用事。大师兄，闭嘴！怎么，我这个大师兄的话都不听了？记住，你们是我青城派崛起复兴的底蕴。如果因为一时冲动死在这场战斗中，岂不是浪费我一番苦心？我这数百年的呕心沥血皆会付诸东流，尔等忍心？你是二师兄，他们可以冲动，你不能。我走后，你就是大师兄，你要替我照看好师弟师妹，今后好好修行，少欺负师弟师妹。你该长大了，别让你二师兄一人担起这么大责任。你们是我留给青城派的礼物，活着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。花开花谢，云起云落，终有离别时。小家伙们，师尊再见。天幽藏命诀，起！真以为动用魔道手段便能击败本座？痴心妄想！雷云击杀，给本座死！任你手段如何花里胡哨，我可一剑斩之。那是大师兄，好像一尊真正的天魔。滚犊子！管他正与魔，大师兄是什么，你我便是什么。时间不多了，老东西，
送你上路。这并非你的力量，本座不信你真能杀死本座。大师兄，赢了！太好了，大师兄威武，我们赢了，我们打败魏天宗了。云溪、大力，你们要好好照顾师弟师妹，千万不要冲动，好好活着。等师尊回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另外，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问心宗，问心宗！我要你们全部替大师兄陪葬！你们忘记大师兄的遗嘱了吗？你们连大师兄的话也不听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南宫大力，你去送死，带着大师兄心血去送死，将大师兄呕心沥血留下的一切葬送。九幽之下，你有何颜面再见大师兄？大师兄的仇就不报了吗？你忘了吗？我们还有掌门，还有师祖，他们会替大师兄报仇，他们会率领我等向温心宗讨个公道。为何会如此？我已经尽快赶回来，傻徒弟，为何不再等等我？我的乖徒儿，你明明答应我要复兴青城派，怎能先我一步？请掌门替大师兄报仇，率领我等杀上问心宗，不死不休。一些跳梁小丑也敢欺我青城派，此仇不报，天理难容。今日便让这个时代知晓我青城派曾经的威名。这是青城令，传闻青城令处四海八荒将出现惊天之事，何人定用青城令？那个门派果然还在，是哪个不开眼的混账引动此派再次现世？青城派那些老家伙大多数还活着，招惹青城派，不知死活。逆徒，发生何事？为何动用青城令？咦，这是我青城派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对本座徒孙说话？乖徒孙，发生何事？细细道来。若是有人欺我青城派，本座替你讨回公道。这是我乖巧的二弟子云溪，有什么委屈尽管向师祖与太师祖说，如实告知。无论是谁欺负我们青城派，必要付出代价。问心宗趁掌门不在，仗势欺人，还要灭我青城派。是大师兄付出生命，献祭生命，与问心宗长老同归于尽，这才保下我等。逆徒，你竟敢让我乖徒孙修行禁忌功法，导致其命丧此地！你个不成器的东西，让你叛逆，让你游历！若非你偷偷跑路，师尊，给点面子。你偷偷跑路会发生这种事？青城派唯一的规矩，必须保证传承不灭。你倒好，自己跑去消降，将这责任丢给我的乖徒孙。你果然皮痒了。这就是咱青城派的底蕴吗？果然是一脉相承啊！尔等皆是好样的，未曾丢我青城派的脸。我青城派低调太久，太多人忘记我青城派的名字。今日便以问心宗之血祭奠我那可怜的重徒孙。坐稳了，找问心宗算账。怎么回事？区青城派竟令我宗折损一名元婴强者！来人，传令全宗，本座将亲自坐镇，前往青城派。本座要让他们后悔得罪我问心宗。
不知前辈所为何事？我问心宗，似乎常未招惹前辈。哼，好一个问心宗！前脚攻打我青城派，转瞬便不认账，区区不入流宗门也敢挑衅我青城派，害死我宗大师兄。今日我等前来，只为讨一个公道。这会不会是误会？一个名不经传的门派，竟然拥有如此恐怖存在坐镇，执掌问心宗不久，便招惹这种隐世不出的恐怖强。误会？那本座途径尔等也是误会。道友，此中必然存在误会，本座乃问心宗老祖，可否？不小心杀了你，这也是误会。本座亦非滥杀无辜之辈，金丹之上，死其他人。离开问心宗，即日起世间再无问心宗。交给你们，替你们的大师兄报仇吧。天幽藏命诀带来的后遗症怎么比死亡还可怕？今后得少用。师尊他老人家，怕是又要动怒了。师弟师妹们心性未定，万一冲动，这副担子终究是落在二师弟身上了。宿主被唐凌风杀死，献祭其妻子，恭喜获得技能黄级上品御兽师。好像也不错，一个新的技能。听说了吗？百里外的不少县城村子被神秘妖魔屠杀，一个不留，血腥残忍啊！唉，什么牛鬼蛇神都往这里跑，搅得血幽州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别埋怨了，咱太虚皇朝还算好的，有皇主陛下创建的镇魔司，镇压邪祟，诛杀妖魔。前不久的妖魔，如今已被镇魔卫诛杀，安了。镇魔卫听起来很牛掰的样子。顾小子，你与老夫80年前初入镇魔司时一样，帅气有干劲儿。不过你考虑好了，镇魔卫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虽然待遇好，身份尊贵，但死亡率也是极高。大爷，按照年纪，你该叫我大爷才是。牛大爷放心，我什么性子你还不清楚吗？打不过就跑呗，小命最重要。是啊，你小子机灵着呢，可比大爷我年轻的时候聪明，肯定比我活得久。得了，能进入镇魔司皆是不凡者，大爷一眼便知你小子是人中龙凤，今后定可成为金令镇魔卫。大爷我努力一辈子，也只是个童令。那便借大爷您吉言，早日成为金令镇魔卫。说你胖还喘上了，得了，早些休息，明日你便需前往乌崖城镇魔司分部报道。恭喜你，即日起你便是一名真正的镇魔卫。赵三刀的小队前不久损失一名镇魔卫，你便去他的小队报道。遵命。都别丧着脸，身为镇魔卫早已生死之僵尸无碍，这种事儿在所难免。新队友到来，态度好一些，毕竟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再见。你好，我叫赵三刀，这支镇魔小队队长。你就是顾命吧？欢迎加入我们小队。俺叫石虎，2级统领镇魔卫，筑基大圆满。今后俺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，身后放心交给俺。姬冷月，2级统领镇魔卫，筑基大圆满。你好，我叫宋乾，1级统领镇魔卫，金丹境初期。今后我们便是队友，希望你能相信我们。我叫顾命，修为最低，筑基后期，以后多多关照。很好。今后我们就是一个整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别介意，凌月那丫头性格比较高冷，但是个心善的娃娃。他们3人每个人身后都有自己的故事，今后时间与你慢慢道来。明日要出任务，对付一只鬼影妖，你今晚做好准备。
你可有亲人？若是有亲人，我可以做个登记；若是，至少他们后半辈子可无忧。没有，我就一个人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这可不行。若是从你这里断了香火传承，你如何对得起你父母？这样吧，明日任务结束后，我安排你相亲，早些留下子嗣。咱镇魔卫可是香饽饽之位，不知多少人青睐。他们看上的是镇魔卫用命换来的衣食无忧吧？说不得他们期待你我死在任务中。年纪轻轻，怎能如此想呢？不过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，但毕竟他们能替你留下后代，不是吗？多谢队长，但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为任何人而活。来时空荡荡，去时归九幽，想那么多做甚？别忘了明日会面时间地点。此次众人要对付的妖魔是一只鬼影妖，依靠吞噬别人的影子修行，金丹境初期修为，实力并不算强。可怕的地方在于虚无缥缈，很难抓住，神出鬼没。得准备一些符箓、阵法。都小心一点。根据消息，鬼影妖躲藏在此地沼泽中，此地光暗淡，瘴气弥漫，是他绝佳的隐藏之处，别中招。队长，我这里有些解毒丹。你小子深藏不露啊！别浪费，你这丹药一看就不便宜。不必，我多着呢。这是树影丹，专门针对鬼影妖的丹药，服用后不必担心它吞噬我等影子。我可从没听说过有树影丹这种玩意儿。顾命，这个时候可不能开玩笑。确实没有这种丹药，我昨晚自己研究出的丹药，你们能听说就有鬼了。相信我，我害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俺相信他。照天地苍茫，却又化云成舟。爱人自首，怎么样？可有不适之处？就感觉被蚊子咬了一口，但没啥事儿，不疼。顾兄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你让俺干啥，俺就干啥。客气，我们是队友，应该的。地裂腹。顾明，快躲开！妖魔就是妖魔，太蠢。此次活捉鬼影妖，上面奖励不仅翻倍，还给了我们小队半个月的假期。顾命，多谢。不必客气，我们是团队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何必分你我？此次任务奖励本是5000灵石，但因为活捉鬼影妖，奖励为10000灵石。顾命为首功，他一人6000灵石，我等一人1000灵石，有问题吗？任务奖励本就是一人1000灵石，托顾命的福，轻易抓住鬼影妖，本就是我们战力，理应如此。就是，顾兄当为首功。队长，公平分配吧。你若如此，我今后还得收着力，怕抢你们功劳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我不缺灵石，如果做不到公平，何以服众？当我是团队一份子，公平分配即可。好，多谢。顾小子，自从与你相识，老夫似乎从未见过你修行。年纪轻轻便踏入筑基后期，本前途无量，可不能疏于修行啊。牛大爷，你觉得落叶归根、四季轮回可是天注定？是，老夫倒想听听这一次你又有什么大道理。既是天注定，便是无法更改。这四季轮回、落叶归根，何尝不是众生的缩影？古往今来，可叫天地不敢言，逆改命者屈指可数。既然命运是注定的，修行与否有何区别？放任如梦几场
你这小子是有自己的一套歪理，罢了罢了，老夫论不过你。不过如今的你与过去不同，你为镇魔卫，便是踏入官场，有些事你得谨慎小心，人情世故有时候是比实力更重要。顾小子，你性格直来直往，有些事你要学会转弯。牛大爷，你似乎很少提及你的过去，难道你那次受伤有隐情？哼，过去的便过去了，提那些做什么？你小子就知道揭我伤疤。怎么纹丝不动啊？看来要想踏入筑基大圆满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筑基后便是结丹，我这情况估计也需要365颗武灵金丹踏入元婴境，不知猴年马月。师傅，这位朱小姐家世优渥，才貌双全，与你堪称天作之合。我表妹姬若凉，琴艺诗词双绝，更适合。劝雨楼的花魁，我觉得挺不错。滚！今日又是什么借口？什么借口？胡说！只是恰好碰见朱家小姐，来都来了，你说呢？熟悉的话罢了，我去便是。抱歉，劳烦朱小姐白跑一趟。公子，可是小女人生得丑陋，难入公子眼。非也，小姐花容月貌，只是每个人的路不一样，我的路注定是大道独行，我不愿耽搁小姐。此中缘由我无法解释，但与我在一起，注定不会有好结局。其实今日前来，主要是为了当面向公子道一声感谢。公子或许记不得，但小女子不敢忘。10年前，我不慎被一采花大盗掠走，是公子将其斩杀，救下小女子。对公子而言微不足道，但小女子岂能忘却此份恩情？是10年前的那个小女孩，长这么大了。往常顾命3言2语打发走相亲的女子，嘿嘿，此次已经半个时辰，看来成了。我觉得有戏，毕竟朱家小姐与他缘分未尽，能看着这家伙成家立业，真不容易。我说了，我与他不合适。这朱家小姐要背景有背景，要长相有长相，人品极佳，为何你还是看不上？并非看不上，而是不合适。顾兄，4位心意我领了，可切勿再浪费精力。任何人于我而言，亦不过沧海一粟罢了。我不会停下脚步，逗留太久。得了，今日天鹤楼我请客，我请客。早说嘛！对，天鹤楼的天之蓝可是绝品佳酿，今日得好好坑雇佣一次。上，拿下他！哼，守在外面，免得让他逃了。我与队长联手足矣。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可恶！大意让他逃了。这家伙实力并不强，但会血遁之术。早些回去休息。这乌鸦城最近不太安平，出现神秘妖魔祸乱，蚁人惊迫修行，任务很快会下来，做好准备。今日之事烂在肚子里，就当没看见。明白，只是希望别生出事端。切！不知道镇魔卫的心脏是什么滋味，我真的好想尝一尝啊！可惜父亲不允许。朱兄，发生何事？昨日小女归来后，闭门不出。今日清晨，我本欲唤其起床，询问昨日相亲之事，她并未在房间中。后来便有人发现其尸体躺在胡同中，他死在邪修手中，心脏被掏空，精魄被吞噬。城内竟有如此胆大包天的邪修，这么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子，谁曾想昨日一别，竟是永远。
不过赵三刀与宋乾似乎知道些什么，却故意隐瞒。抱歉，与你无关，不必愧疚。或许这是心仪的命。可怜他从小失去娘亲，是我一手抚养长大。无论如何，这凶手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我擅长一些敛容之术，可让朱小姐漂漂亮亮离去。那便麻烦小兄弟，女儿家爱美，如今这模样，都是我的错。放心，凶手定会付诸，为他的凶残付出代价。拜见大人。此事牵扯镇魔卫家属，不可饶恕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必须抓住凶手，给朱队长一个交代。未曾领取任务的小队全力出动，无论天涯海角，必须抓住他。此次任务奖励为10万灵石。诸位，此次事件是邪魔妖道对我镇魔卫的挑衅，对太虚皇朝皇权的挑衅，不可饶恕。家父命我代表他老人家出面，哪个小队抓住凶手，无论死活，家父私人拿出10万灵石作为奖励。不仅如此，整个小队记大功一件。我个人再添10万灵石，且此份恩情我朱奎铭记。朱兄不必如此，你痛失爱女，怎能让你再出灵石？兄弟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抓住元凶。赵队长，朱队长愿意添加奖励，为抓捕元凶添一份力，你又何必干涉？对啊，此事与你无关，可别当什么大好人。若是你看不过眼，大可自己拿出10万灵石当做奖励。某些人就是这样虚伪。赵兄，你的好意多谢，可我失去心仪，拥有再多灵石又有何意义？我所说的承诺依旧作数，诸位放心，有楚大人与胡公子见证，我不会言而无信。我二人见证，诸位尽可放心。此事尽力而为，但凶手大概率不会被我们抓住。队长，我们镇魔卫不就是为了替天行道，主持公道吗？相信队长，队长何时欺骗过你我？走吧。折腾半个月，演戏挺累。队长，带着错误答案寻找答案，我以前看错你了。月姐，也不能怪队长，死的人可是队长好兄弟的女儿，他怎么会不着急？但这凶手隐藏得很深，咱要慢慢来。你别生月姐的气儿，她也是一时心急。你二人怎么不帮忙劝劝？关键时候还是我靠谱。好了，差不多得了，各回各家。月姐别生气，明日我给你带桂花糕，明日再见，要开开心心。平时你最稳重，今日怎么哑巴了？走吧走吧，明日见。队长，别自责了，这不怪你，好好睡一觉，明日我自掏腰包，请大家去天鹤楼好好吃一顿。别看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借我1000灵石，明日请客，待拿到任务奖励再还你。你这家伙，不会又去炫宇楼挥霍一空了吧？年纪不小了，省着点用。顾兄，你比我爹都还我还爱死你了！滚！我没有龙阳之好，不过你叫我一声爹，我可以勉为其难接受。告辞。石虎兄弟，明日见。明日见。石虎出事了，速来！没想到这家伙平日看起来傻呵呵的，竟如此凶残。你做什么？退后！想毁尸灭迹吗？让开！顾明，我知道你很优秀的镇魔卫，但有些事你还是太年轻，看不透。别被你漫烂的同情心冲溃理智。昨夜石虎再次行凶，吞噬一名女子精魄，被王明5人抓住。他还想反抗，只能就地裁决。证据人已死，让他体面一些，我不会乱来。可以，反正结局已定。此人杀我爱女，不将他碎尸万段已是恩赐，还想体面？顾明，看在你替爱女敛人份上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但你想替其收尸，不可能。赵三刀，你还想继续包庇此人？
若你敢拦我，自今日起你我恩断义绝。他是我的兄弟，他犯错是我管教不力，更何以也只是王允几人一面之词，如何能信？若那凶手是王允，他栽赃嫁祸石虎，又当如何？倒打一耙，好一个赵三刀！现在我怀疑石虎就是受你指使。楚大人以属下之见，当革除他们4人镇谋卫身份，打入监牢。罢了，真凶已伏诛，赵三刀管教不力师之罪，判你们小队10万灵石作为镇魔司承诺的奖励，不得再议。队长，你还打算隐瞒到什么时候？他杀了石虎还不够，你还希望姬冷月死？还是我？还是所有人？你还打算继续包庇他，还是说你在畏惧？你觉得朱心怡该死，石虎那些死在他手里的人该死，他最该死？我们斗不过他，他明知道我与宋乾看见他的脸，但还是故意留下我与宋乾的命。他杀了石虎就是在警告我，他可以轻易杀死我们任何人，我能怎么办？我死了，可你们还年轻，我不怕死，我怕你们死啊！别怪队长，他承担的压力比你们多得多。那人曾私下将队长唤去威胁戏弄，他就是胡言。否则你们以为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未曾抓住真凶？他的父亲胡渊，元婴中期强者，无涯城2号人物，镇魔司中只手遮天的人物，怎么斗？只手遮天。我想听一听你们的故事。咱一起相依为命这么久，我从来没有认真了解过你们的过往。若有一天我等分离，岂不是遗憾？先说说他吧，这家伙大大咧咧，却喜欢勾栏听曲，确实奇特。借顾兄1万灵石，备注：他要成家立业，提前还他几人不急。你误会小虎了，他看似大大咧咧，总是将勾栏听曲挂在嘴边，其实胆小着呢，一次没去过。宋乾才是那个喜欢勾栏听曲的人。小虎是个孤儿，这些年总是向我们几个借灵石，是因为他收留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。他将这些孩子安置在城北普通人家，所以小虎每个月都会给这些收养流浪孩子的人家灵石作为抚养费。只有如此，他们才愿意接纳他们，愿意真心待他们。这家伙当什么好人啊？你呢？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一个天资平平的修士，运气好进入镇魔司，运气好活到现在，有爱人，有孩子，有朋友，我很满足。可惜我不是个好队长。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一个保护不了家人的废物罢了。我的家人全部死在邪修手中，脸上伤疤也是那个时候留下的。我父母双亡，与弟弟相依为命。流浪的时候，弟弟生病发高烧，我求了很多人，他们不愿帮助我，最后烧坏了脑子，侥幸活下来。所以努力修行，不信任何人，直到遇见你。石虎的仇必须血债血偿。我会在这里布下阵法，将你们以及你们的家人传送离开，哪怕是元婴强者，也寻不到你们的踪迹。走得远远的，离开血幽州。顾命，你不怕死，但我宋乾怕死，老子早就活腻了，我不走。我说了，我弟弟活不久，我了无牵挂。那什么，将我家人送走吧，我留下即可。我有法子活着离开，如果带着你们，大家都得死，你们留下只会拖累我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此阵可传送10万里之遥，就算是元婴强者，亦无法感知拦截。传送阵可准备好，我们随时可以传送，该交代的已经交代好。顾命，你如果敢乱来，本姑娘和你没完。小妮子没大没小，算起来我可是你祖宗辈。你顾命啊，我可是活了4万多岁。那也是弟弟，不开玩笑了，走吧，没必要陪我送死。若是有缘，我们会再见。顾命，你想做什么？顾命，你给老娘住手，否则你就算死了，老娘也不会放过你。赶紧停下，我们还在阵中。拜拜。这石虎死得其所，能让你我兄弟发笔横财，也算是死得有价值。我们要感谢胡公子。经过此事，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：选择大于努力，跟对主子，才能保你我前途无忧。
队长所言极是，敬队长，敬胡公子。阁下如果是想用事，我天鹤楼欢迎；如果阁下想闹事，打听这是。滚！你是谁？胆敢在无涯城闹事，对镇魔卫出手，自取灭亡！送你们上路！找死！是你这个废物，想替石虎报仇吗？不自量力！是你！原来你一直在隐藏实力，但你筑基后期再强，如何能战我金丹境？联手杀了他！天幽藏命诀第1层，开！只动用第1层，虽然会消耗大量寿命，但不致死。你是魔，该死！你竟是魔修，杀了我，你也活不成！魔也好，妖也罢，我不在意。石虎之事与我无关，是胡言命令我在你们3人中找个替罪羊，恰好碰见石虎，他只能自认倒霉。但这一切皆是胡言的意思，我只是区统领镇魔卫，哪里敢忤逆他的意思？石虎不死，死的就是我，我只是个小人物，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该复仇之人是胡言。将胡言约至天鹤楼，我可以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。此地爆发战斗，他怎么可能以身试险出现在天鹤楼？放心，整个天鹤楼被阵法笼罩，外面看不出里面的异样。你只需要让他出现在天鹤楼，其他事与你无关。我又不是滥杀无辜之辈，既然知晓真相，岂会继续为难你？不是你这副模样哪里善良了？这位道友，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你尽心尽力当狗有什么用？还不如配合这位大人引出胡言。他死了，你可能能活；他如果活着，你必死无疑呀！你天道起誓，饶我一命，否则我不信你。我顾命向天道起誓，若王允替我将胡言引至天鹤楼，我不得伤其性命。如有违誓，魂葬九幽，深入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我操！发个誓至于这么狠吗？你他妈快答应吧！这位道友的诚心，连我都被感动了。我答应你。胡老大，赵三刀几人出面威胁我，让我举报你，除非交出一笔封口费，还请速来天鹤楼威慑几人。好，好一个赵三刀！是我看走眼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勇气。少爷，天鹤楼被阵法笼罩，当心，不可大意。有你在，怕什么？况且我有父亲赠予的命符，捏碎命符，父亲瞬息可至。在无涯城，谁能杀我？谁敢伤我？走吧，活得越久，胆子越小。难怪你一直无法突破元婴境。哼！白痴！少爷，小心！这里不对劲，此幻阵并非普通阵法，而是玄级大阵，我破不开。怕什么？我有父亲的命符。哎呦，来了，还带了帮手。王允啊，王允，你这个蝼蚁竟然为了活命欺骗我！胆子不小。我记得你，赵三刀麾下镇魔卫叫什么来着？顾命。扮猪吃虎吗？有点意思。赵三刀人呢？让他滚出来见我。你答应过不杀我，是吗？我忘了，记性不好。李月，抓住他！我要将他灵魂囚禁，一点点折磨致死。你不该死，
可惜得罪不该得罪的人。我不愿杀你，但我已身不由己。当婊子还想立牌坊，你这种自视清高却助纣为虐的人更该死！少爷，捏碎命符，此人太强，我并非。我以为你真的不怕死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杀了我，不仅你要死，与你有关者都要死！你敢杀我吗？顾命，放开胡言！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与赵三刀他们必可安然无恙。不仅如此，我代表胡渊大人向石虎赔偿1000万灵石，如此多的灵石，足够尔等逍遥快活。此乃圣魂符，若你敢异动，我只需要一个念头，便可让你魂飞魄散，永不超生。可惜这才开始，我怎么会让我兄弟韩渊死去？我要替他证明。那是什么？魔修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乌鸦城作恶，这是挑衅镇魔司啊！胡言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他们几人早已暗中离开乌鸦城。顾命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那石虎只是一个普通修士，用你的命换一个公道，值得吗？放过我，我可以保你踏入金丹境，乃至元婴境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可在我眼中，他的命比你傲贵万倍。一个蝼蚁，他有什么资格和我比？你别太过分！顾命，我也是个可怜人，在我小时候，我闭嘴！我对你的过去没兴趣。怎么？你要告诉我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，那与我何干？难道凶手真的是他？是我误会石虎。胡兄，让我来，切勿冲动。顾命，何至于此？放开胡言，我可保你不死。有什么话不能敞开说？为何要传音？是害怕天下人知这镇魔司不入流的勾当。石虎之死，或许是误会。随我回镇魔司，我以生命担保，你可无恙。胡公子，说说吧，告诉天下人真相。你尽管试试，能否瞬间杀死我？不过你应该做不到。我操！一念成阵，比我见过的任何阵法师都要牛逼。此等人才，竟未曾被镇魔说定发现，可惜了，为时已晚。胡言，既然你依旧选择坚持，那便继续。我说，是我指使王允5人杀了石虎，栽赃陷害于他。主席是我杀的，这乌阳发生之事，皆是我所为。不够，都怪你，非要为了心中正义得罪魔道，得罪无数邪修。他们杀了母亲，将我囚禁折磨，毁我心境，毁我修行，毁我一切。你对得起天下人？你对得起我与母亲吗？胡渊，我哪怕是死，葬于九幽黄泉之下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是你毁了我，我也要毁了你最在意的名声。是该结束了，万般皆是我的错。顾命，杀了他，我会杀了你，再自裁谢罪天下。胡兄，不可！我意已决，不必再劝。我胡渊光明磊落一生，受不得这世人异样目光。死亡于我而言，是最好的归宿。好，死的！胡言罪该万死。世间安得双全法？不负天下不负家。顾命，我杀你于理不合，但于情我不得不杀你。放心，黄泉路上我胡渊陪你。对错无论，功过自有人评。这份因果我成了，来吧。